凯越的赤鸟20油耗到底高不高呢？最终测出来的下限油耗是 2.95 升，以85到90的速度匀速巡航呢，油耗是 3.35 升。总体来说呢，它不算低。什么原因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现在把小距里程表清零，首先测的是它的下限油耗。所有的车都是一样，以最高档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路线呢都相同，平均速度呢也相近。这台车呢表显58的时候，转速在4200转左右，还是稍微高了一点点，因为它的6档并没有作为超速档用，6档用尽刚好就是极速，而有些车呢你6档怎么跑都跑不到断油了，甚至一些车5档的极速比6档要高，6档完全作为超速档省油用。最终跑了 110.71 公里，跑了2小时08分。平均速度是 51.6 公里，用掉了 3.27 升的油，算出来的油耗是 2.95 升，比单缸20的发动机要高是一定的。什么原因呢？我分析呢有2点，第一点呢就是齿比，这台就是偏性能的，所以齿比的设定刚好能发挥完发动机的动力。第二呢，就是它油门的调教，它的初段动力响应很快，也就是说低转速小油门开度的时候，它的 ECU 调的比较激进，会维持一个比较大的喷油量，比较浓的空燃比，就相当于储备动力在那。当你开油门的时候，动力马上涌出来了。本田的非性能车是另外一种调法，可以理解为不怎么储备动力，是根据你的油门开度来决定动力。凯越赤鸟20这台呢，有点像 KTM 的调法，动力响应呢比较快，随叫随到，这样的调法是比较难做到省油的，因为这台车主打就是性能，加之又是小排量短行程高转机，低转的动力相对弱一点，所以这样的调法能弥补一下低转加速弱的体感。大排量如果没有动力模式选择的话，也是这样调的话，那么走街的时候就比较吃力了。接下来测的是以85到9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跑了134.5公里，算出来的平均油耗是 3.35 升，这样的油耗基本上是不停车的，没有红绿灯的。所以呢，给大家一个参考。接下来说一下这台车最重要的部分，减震。后减震的调法同样是压缩快，回弹慢些。这种调法呢，既兼顾了舒适性，又兼顾了运动性。在上一台车本田 NS15R X 的时候，就说的比较清楚了。但这台呢，回弹的速率要比压缩要慢的更加多一些，因为这台要更加偏向于运动性。压缩的快一些呢，就是为了遇到一些颠簸的时候，后轮能迅速的向上化解颠簸。这时候减震就是压缩了。如果压缩的速率不够快的话，跟不上轮子向上颠簸的速度，这时候就会把车辆顶起来。回弹慢呢，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，就是为了呢很好的拉住车身。压缩回弹都快，那就很难拉住车身了。这是我们街道行驶比较好用的调法。前减震的调法呢，压缩回弹速率都差不多，压缩会稍微硬一点，能适当的提供一些支撑性，但是也不是特别硬的那一种。因为这台车前后阻尼是不可调的，所以原厂调的怎么样就比较重要。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比较适中，前减震的阻尼呢不会设置的特别硬，后减震呢又保留有初段的滤震性。这样的调法既保留了一定的运动性，又保留有街道的舒适性，所以方向是对的。如果调得太激进的话，我们街道行驶是比较难受的，因为买这台车的人99%的时间都骑在街道上面，所以根据大多数人的需求来调整车辆的方向，车辆相对来说是好用一些的。最后呢，总结一下这台车，它比其他20的动力都要强，而且要强得多，震动的控制呢也比较好，发动机的运行呢也有细腻感，坐姿呢兼顾一些舒适性，没有弄得特别战斗，车重很轻很灵活，坐高只有760，所以比较容易上手。减震调教的方向呢很聪明，滤震性和运动性都兼顾。起水做工这方面比之前我测的凯越的车都要好一些，配有 TC 和 ABS 单独关闭，有2种动力模式选择，但是呢差别不是很明显。说一下希望能加强的地方， ABS 介入的时候不够平顺，模式选择呢把标准模式的动力往平顺和省油的方向调，运动模式保持不变，这样呢要动力体感也可以，要省油骑行也可以。至于这台车的质量如何，耐不耐用呢？这个短时间内我是测不出来的，这个就看市场表现了。